好，对于川普对待泽伦斯基的态度哦，现在好像引发了很多的这种反弹呐，就感觉说，你这个大国哦，真的是把事用尽啊，所以很多人站出来，包含了美国人，包含了欧洲人呢，好像在这个节骨眼上面有很多反弹的声音出现。那你看，这个川普跟泽伦斯基吵架之后，跑到海湖庄园度过周末，还被拍下了这段画面哦，说马斯克也去啊，他们在活动当中开心的手舞足蹈，所以看起来心情丝毫不受影响。但是对比起来，这个泽伦斯基那个落寞的样子就被欧洲给放大了。在欧洲那边，哇，这个特别的欢迎泽伦斯基，然后现在好多的影片在剪哦，在美国的泽伦斯基跟到欧洲的泽伦斯基，好像显示出来，就是在美国真的是被川普给狠狠的修理了一下哦。那你看，这个还有一些节目在模仿，川泽大吵啊，还搬出马斯克这个模仿在这个中间出现哦，拿着这个电锯哦，所以都在讽刺。那你看这个对乌立场的转向哦，其实也导致全美有一些声浪，52%是不认同川普的哦，他们觉得说，川普是不是把美国引导到错误的方向去了呀？那这个你看看这个街头上面，许多的民众哦站上街头，有一些画面哦，他们就直接是拿着乌克兰的国旗，然后放音乐，然后这不是路边派对哦，这个是群众在川普对着川普哦，在抗议哦，对他这个川普的高尔夫俱乐部的门外，他们在那边表示一些不满。那美国甚至还有一些人因为觉得说，现在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申请英国公民的数量增加到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哦。就连伊凡卡这个美国第一千金，他去到巴黎那个拍照啊，结果还被人家骂，就说滚出欧洲啊！所以现在看出来，这个欧洲对于美国的这种反弹真的是连他们的家人恐怕都难以幸免。那再来，马斯克同样也是他在美国国内，因为他已经砍了10万公务人员的工作受到影响啊。那大家全美各地都出现了抗议、抵制特斯拉的示威活动哦。根据 ABC 跟路透的报道说，很多门市外头啊，现在非常热闹，是因为大家要抗议马斯克，就直接包围他各个门市哦，去就抵制马斯克，还有打倒马斯克、打倒特斯拉的示威活动哦。他们觉得说，马斯克干政很严重。那有一些已经买了特斯拉的车主，现在成了苦主了呀。他们还自己就是口耳相传去发这个贴纸，什么样贴纸哦？叫做 I bought this before Elon went crazy 就是在伊隆马斯克发神经之前，我们就已经先买了，希望大家不要去砸他们的车子，因为有些现在车子特斯拉在路边也被砸那你看这个马斯克还带着妈妈，然后还有孩子坐上空军1号，让美国人就炸了，就说你是什么身份可以上去因为只有政府官员跟总统或者是国家元首才能够上去空军1号的，所以现在有很多的争议。那再来我们看到今天呢，其实3月4号嘛，就是川普讲说，我不会再给宽限期啦，我要对加拿大、墨西哥苛征25%的关税，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再谈的空间了，没有谈判空间。那这个已经反映出来，这个推升了欧元，现在加币重挫这个欧洲可能也很意外，欧元还因此而提升。不过加拿大真的是很头痛哦。那但是呢，为了要展现支持乌克兰，你看杜鲁道还讲说，我们也考虑向乌派兵就会被扎哈罗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讽刺就说，那当美国北扩的时候，你们谁来保护加拿大？因为那川普一天到晚要51州嘛。当然杜鲁道自己也很怕他还跑到了英国去找查尔斯3世去讨论说，我们现在这个要捍卫我们自己国家的主权所以跑去找这个英国国王求保主权那还有这个加拿大自己本身的这个民调显示出来，有27%已经把美国当成了敌人了，所以现在美加也是挺矛盾的，不止美欧那我们先来问一下赖老师。川普上来这1个多月几乎把这个拜登时代的都颠覆过来了几乎了。但是印太这个地区似乎还没有动但是他在欧洲，在俄乌的战争中还有在国内里面，他几乎都把它翻过来了。对，这一翻过来翻得很激烈，那抗争的强度也很够
美国的整个社会是彻底的被撕裂了。美国的社会过去啊，选举完了以后啊，通常都会进入一个整合安抚期，然后就是尽量追求这种政治上的和谐。过去历届的总统都做同样的事啊，但是从第一任的川普开始，他没有做这个工作，他更挑起这个民主党跟共和党相对的敌视，然后仇恨，这样子搞了4年。拜登上来了以后，拜登也没有做调和的工作，他继续在跟这个共和党内斗，然后一直告这个川普变成个人的恩怨，把国家的恩怨、政党的恩怨都融在一起，又搞了4年，就8年的内斗啊。这8年的内斗，仇恨值一直往上升。讲到这里，我怎么觉得很像台湾呢？讲到这里的时候，内心里面就痛啊！就是这种仇恨值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然后整个美国的社会就完全形成了2个壁垒了。民主党恨共和党，共和党恨民主党，而且恨的都是痒痒痒的，好像已经变成不共戴天之仇了。国外的敌人不重要了，内部的敌人最重要。例如说共和党来讲，俄罗斯不是敌人，民主党才是敌人。对民主党来讲的话，俄罗斯是敌人，共和党也是敌人这样的一种仇恨。我觉得一个美国被这些2任的政治领袖，一个拜登，一个川普，搞得这样的一个4分5裂。坦白说，这已经不是我们所过去认识的美国，真的完全变样了，变味了，变质了。一个堕落的一个美国的大帝国已经呈现出来。好，那现在的变动是如此的激烈，如此的大，然后裁员是如此的多，你想有哪一个被裁员人会快乐？基本上来讲除了少数以外了，本来就已经快要退休了，然后突然间一裁，拿了8个月的退休金，然后还有那个他觉得还蛮开心的，但是那是少数。可是很大多数人，他的家庭的生活都受激烈的变动。那跟乌克兰有关的这些乌克兰人流亡在海外的，他们怎么办？他们眼看到他们的国家处境是越来越不利。我个人觉得这个情况是越来越恶化了这个目前的情况是看起来是不会走回头路了。好，那现在贸易战也已经开打了因为已经3月4号开始生效了，大陆已经直接就反击了。我想观众朋友已经有看到了，大陆在今天，而且应该在前2个小时就公布了对于美国的农食产品加10%到15%的关税，而且已经列得很明白了，包括高粱啦、小麦啦这些都加关税了。好，同时也宣布对10几家的企业那么实施管制了这些都已经同步来做。那对于美国来讲，他要的是加拿大跟墨西哥，他本来要他们转向对中国大陆课税，说你对大陆课税，我就豁免你。可是问题是，这2个国家要把整个 WTO 都推翻吗？我想有困难的。好，来请教苑老师。我针对于这个美国人为什么这么反感这个马斯克我这个讲一点我个人的感觉了哈，因为这个川普这个行政命令签的第1条就是什么上帝造人只有男性跟女性这句话在台大的话，我过去10年的经历，没有一个人敢说的没有一个人敢不承认，就是说性别是代表一种思想上的进步那现在出自于这个美国刚当选的第47任总统的话呢，大家确实吓一跳。然后这个事情的话呢，马斯克的话呢，他不但加码到什么程度我不晓得我所读的新闻有没有错，但是好像是好几个黑人担任这个上将世新的叫 Charles Brown 要被开除了，那个女性的话呢也是开除了。那么这个原来在想象中无法想象，这非常非常敏感的问题因为在美国的话，大家都知道性别敏感，种族敏感。那性别加种族的敏感要搞到国防部里面的军方立场，这都搞进去了。所以我觉得说呢，美国本身来讲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出来一个美国分裂的趋势。目前为止，终于有人站上街头了。那么站上街头的情况下来讲的话，这些人呢，其实是在美国，他不一定是党派，但是他基本上是反对这个川普再加上马斯克，尤其是马斯克这个推波助澜的为虎作伥里面所产生的这个结果那大家都可以意识得到。那么这个里头当中的话呢，首先呢，最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就是特斯拉。
所以说呢，大家就是针对于特斯拉这个做反对。我觉得特斯拉不但股票下跌啊，销售量会下跌，然后本身在经营的过程当中，除非马斯克不在乎了啊，这个确实引发了一大堆的问题。那另外的话呢，马斯克所搞的那个Doge啊，就是说是这个政府提升政府效能的这个部分里面的话呢，大家呢觉得说他讲出来了非常特别的情况下，我昨天看了一个，就是说美国有多少人上150岁的人，那么领多少钱什么的。然后经过仔细的查证以后呢，就是马斯克现在讲出来的很多事情戏剧性很强，但是真实的效果的话呢，却没有像大家想象那么多。所以说，我觉得这里面我不排除一个可能性啊，就是民主党现在在酝酿反弹了。好，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啊，就是说是前天晚上吧，就是看到了那个奥斯卡的那个颁奖典礼啊，我最喜欢一个明星啊，叫 Robert De Niro 啊，罗伯特·尼罗啊，他出来的时候啊，他只讲2个字，就是 F 字，然后 Trump 2遍 F。啊，大家底下全部鼓掌啊！那么大家说明这个现象的话呢，我觉得美国这样子的一个大帝国啊，做法上来讲的话呢，表面上如此的不堪一击啊。为什么不堪一击呢？因为美国自诩它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它的民主制度，还到处宣扬。我们这边本身来讲的话呢，还开口闭口就是民主伙伴啊什么的。那其实我不好意思讲了。那如果美国的民主制度选到这种情况的话，谁当选的话呢，就有权利可以做这种改弦更张，做这种180度大转变的话呢，那我觉得这种制度本身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因为现在美国现在这个做法上来讲的话，那美国跟俄罗斯这边拉起来的话呢，那我们仔细想想看，又搞关税的情况下的话呢，要原来的目的又叫这个逼人家啊。今天台积电的话也被逼到那个魏哲家在那边，不晓得高兴还是不高兴，反正投资了很多钱，上千亿美元呢，对不对？然后没有提到说原来的话，拜登时候还讲说，哎，相对性的补助一点，这个根本没有提到补助，就来直接投资，创造了2万个工作机会。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在威胁利诱的情况之下，我认为美国的话完全靠以力服人，霸道的不得了啊，跟帝国主义有什么不一样？好，请教郑老师。那你那个标题是美国人不爽，川普欺负人。我先抛开美国人，我站在我的立场来看这个东西。其实我是觉得蛮好的啊，就说因为有川普加马斯克这一对，才能够搞出这么一些惊天动地的事情，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把美国的很多黑暗面都掀开来。刚刚岳老师讲的说，后来有一些查核，马斯克是有点夸张。那么这有人讲说他是不是在干政啊？或者你看他们享受一些特权，我比较不是这么样看的啊。他有没有干政？他实际上是承这个特朗普之命啊，他不是自己要去干的啊，或者他自己。另外是，他有利用他这个权力给自己谋取个人不当的利益吗？显然是没有。那更重要的是，他今天在干这么多事情，让别人很多人不爽，砍这个砍那个，他是不是躲在后面搞阴谋，然后这个给他管刷跨边球他？不是，马斯克是站上第一线。你看他都已经穿防弹背心，还叫他立了遗嘱。另外，你看他的事业，他的这个生意都受到影响。他是站在第一线打硬仗的，他不是在被吹一张嘴巴讲一大堆理念。就这一点来讲，我认为说，我不知道美国人那些在反对的是什么啊？像刚刚岳老师讲那部分，我同意，就是说原来比较包容、比较开放的部分，他因为他自己的小孩子有点矫枉过正。可是我现在站在美国人的立场，说你们上街抗议，他这样抗议那个，重点问是，他们所揭露这个贪腐结构，你们承认吗？如果有，那你们一定说，那为什么他今天不按照正常程序干政啊，享受跨越各种各样的制度？那我要更进一步问，美国号称制度这么好，民主各种各样的智人，就天下第一棒，那为什么掀开来这么臭不可闻？这些贪腐过去怎么回事？如果这个制度这么好，怎么可能让它发生？那为什么没有纠正呢？所以也是说，如果原来的机制出问题，今天马斯克加特朗普没有用非常手段，让你们看起来像干政，让你们觉得好像不按照规矩来，真的能够捅破这个暗黑的这个东西吗？你们告诉我，你们抗议之余有没有更好、更高明的方法？除非你们不愿意，也不承认说有贪腐，或者不愿意去给把这些贪腐结构弄掉，那你们到底维护的是什么样的利益？是的，从形式上看起来，这几个家伙是有点出格，然后有点乱搞。但是从一个改革者的立场，我认为还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啊。那从一个我再跳出来，从我们在海外或者在美国之外看，美国人好日子也过，真的是过太多了，而且他们干了各种各样的这个侵犯其他世界的事情。我认为今天有这个报应，还真的感谢他们因为内部矛盾啊，这两个家伙很特殊啊。那就这个，当然最后一开始那个镜头我看到，你现在看的是照片，
我看的是影像，哎呀，那个富丽堂皇，每个觥筹交错，喝好酒，穿的华丽，然后马斯克带着小孩，你就感觉他们这个钱已经是非常的富，还加上这个权，再加上这个享受。当然，他一边改革，一边你还是感觉说，终究这一群人啊，还是非常这个资产阶级的这个特殊利益者。但不管怎么样，他们这个阶段的这个捅破的天，我还是觉得这对整个全世界老百姓的觉醒，对民主的幻灭，对那个神话的打破，我认为是有贡献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今天开始哦，就是美国的关税啊，真的是开始执行。除了我们刚刚上一段讲到了这个加墨要增加25%啊，对于中国大陆的商品呢，白宫也要苛征20%的关税。川普签署了这个命令啊，将从台湾时间的4号，也就是这个3月4号的中午开始啊，那这个所以要对中国大陆再加征10%，总计20%的关税。这样的发文呢，就说4月2号起还要再加码哦，对于农产品也要课关税哦。喊话美国农民准备好，这个大量生产在国内卖哦，那马上哦，这个中国大陆好像也很少在同一天之内立刻出手反击哦。我们看今天中国大陆也马上宣布了哦，因为我们刚刚看到他立刻宣布，我们立刻改提纲啊。本来是说预计要反击，结果没想到这么快，立刻快速的这个对于美国是730项农产品哦，加征10%到15%的关税，迅雷不及掩耳，包含美国很主要的美国棉，我们常常听到嘛，鸡肉、小麦、玉米这玉米也是他们常常就是卖的非常便宜又划算的哦，但是给你加征关税，还有高粱、大豆、猪肉、牛肉、水产品，哇，真是往痛处打哦。所以这样子的同天反击，美国可能也要痛到了。那川普现在公布的关税计划，也有外面的一些这个媒体评论，就说恐怕要毁掉美国农民的生活哦，因为他第一任开始就率先发起的这个贸易战，引发中国大陆反弹嘛，当时就已经针对这几样哦，有征收了关税，而且减少进口量。如果这一波这个第二波再来的话，恐怕呢美国的农产品哦又要再进一步这个出口下滑。那还有这个关税战，其实也伤到美股啊。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恐慌指数 VIX 飙升了16%哦。道琼重挫了600多点，纳斯达克指数跌了大概2%左右哦，所以是这样血海一片啊。再这样搞下去要变熊市了呀，所以美股蒸发了1.5兆哦，所以坏消息频传呐。那美股好像看起来目前没有看到什么太多利多消息哦。那加密货币也蒸发掉了3000亿。那川普还开了一个这个超贵的这个新闻公告会，他说接下来有几款这个加密货币啊要列为战略储备哦，马上就是又让这个加密货币的市场哦又一波的这个反弹呐。那但是呢，我们看这个达里欧有预估，他预测这是原则的那个原则那一本书的作者，他就说这个世界上面的一些规则都会不断的这样重复出现。他预估呢，美债大概这个危机3年内会再度爆发，所以现在看起来哇，很多的一些金融机构都在做准备啊。彭博在讲说，中国大陆对于美国的关税反击啊，还有一些招数，就是呢可以用抛售美债这个方式哦，应该是破坏力最强的。就是限制关键原料的出口，就是我不卖给你，还有我卖掉美债，瞄准美国的公司哦，来做一些制裁，或者是建立这个联盟来做一些反击哦，可能是中国大陆还会有接下来的一些出手的方式。那今天同样也是中国大陆的两会要举行，在两会前夕呢，新华社也重温了一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就是提到了民间企业它是一贯支持的，在困难跟挑战当中看到前途，看到光明，看到未来，所以这个要增强爱拼才会赢的这个精气神哦。那还有北京的官方也再度出版了这个习近平的经济文选，那看起来就是对于民企是鼓励多于规范，而且现在这个两会开锣之前，你美国先来这一招，
中国大陆立刻回击你哦，也是不能让你来打击这个两会的士气，而代表中国大陆早就已经摩拳擦掌等你出招，我立刻回击嘛，就像大家现在看到哪吒给我破那种感觉哦，就是中国大陆现在对于美国集团。就是采取这个以刚制刚的方式。那再来，我们看到大陆的这个经济全球化，他们也喊出来，就对外扩大开放，就是我找其他的愿意一起拼经济的盟友来突破美国这样子一个大盖子的限制啊，真的是给我破。我们来问一下苑老师。这个我必须要强调啊，目前大陆正在召开两会啊。那么从这里面强调呢，这里面就是大家问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啊，就是川普这一套动不动就乱加关税的这一套，到底是对美国好，还是对于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好啊？那这个答案的话呢，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川普本身的话呢，得罪了加拿大，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了那个上个礼拜的时候呢，加拿大那个跟美国踢那个冰球的时候啊，就是变成了美加大战的啊。就是说我看到加拿大这个情况下来讲，那个杜鲁道啊，本来从一个完全没有人缘的，变成大家都欢迎的不得了啊！听杜鲁道讲话的时候啊，感动的不得了。为什么呢？这个打出了民族主义牌，反而的话呢，这个川普一直不断的在侮辱这个杜鲁道的结果。然后这个墨西哥的话就觉得说，我们当你的邻居已经够倒霉了，对不对？离着上帝很远，那现在还要搞成这个样子。那大陆这边的话呢，我觉得全方面做好了3项准备了啊。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说大陆的这个关税来讲，第一个时间够久啊，第二个的话呢，这个感受特别深刻。然后第3点的话呢，就是说美国从头到尾呢，发觉呢是有利的啊。这2018年的时候呢，我记得我非常清楚，那时候看到刘鹤在当副总理的时候，一直感觉到说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是不够平衡。那时候还抢着要买这个黄小玉这个黄豆、小麦、玉米啊，后来发觉根本不是，完全是这种针对性的啊。那现在的话呢，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大家算一下嘛，这个7年下来的话呢，大家已经非常了解要怎么样如何应对嘛，所以这个应对的方式来讲，反应非常快速。那个从前面开始的话，一讲的话呢，就开始10到15啊，每次都是加码，而且的话呢，越来越讲。你这边讲到其他大陆可以做的事情的话呢，比如说管制这个关键原料的出口啦，卖美债啦啊，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是这个要制裁美国的公司啊，对不对？然后另外的话呢，全球南方以及剩下的话呢，欧洲跟中国必然要走上一条新的一个结盟的道路，对不对？那另外的话，我觉得针对这个美国的经济发展的话呢，这不是我讲的，这是巴菲特讲的。巴菲特有一个很有名的指数叫巴菲特指数啊，也是一个危险指数。他现在的话呢，他手上都不晓得该投资什么，现金已经弄到3300多亿了。为什么在手上这么多钱呢？因为没有投资标的，而且的话呢，巴菲特指数已经到了200%，是一个随时要崩盘的危机。那大家可以了解，如果美股一崩啊，然后呢，这个大家美债一卖。大家要知道啊，美国伟大之处啊，就是美元、美军跟美国梦啊。如果说是美元垮的话，美军也垮了，那美国梦当然就垮了啊。另外，特朗普讲的关税这一套的话呢，川普讲的关税这一套的话呢，基本上没有用。为什么？他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够产业回来啊。今天上午我们看到台积电的时候，我就觉得蛮好笑的啊。没有台积电的工程师，你搬到 Arizona 那个沙漠地区有什么用呢？你还要把工程师带过去啊，对不对啊？我自己就认得2个人呢，小辈晚辈了哈，过去的啊，他们到美国第一件事就是怀孕生孩子啊，就其他的话呢，我不晓得他们会做什么，这收入也不错。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比特币的问题，我觉得纯粹变成一个美国赖债的工具，因为比特币这个东西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货币。任何一个负责任政府都不会鼓励老百姓做这种比特币的投资。那它出现的结果的话呢，前一阵子的话，就是每一天就跌了9%啊、8%啊，然后又涨了10%啊，到10万块什么的。这个其实呢，这个川普他有个想法一上台就搞了川普币。留下他太太这个梅琳娜又也搞了这个币过2天呢，巴隆币也出来了这个基本上的话都是把一般老百姓的投资大众当韭菜，你发行完以后再割一个大众。那么这个情况的话呢，虚拟货币本身对于实体经济的发展是有祸害的，其中最主要的祸害是大家会发觉虚拟货币的钱来得太容易了，没有人想好好工作。那跟川普原来所计划的事情，我不晓得川普说希望美国的制造业回笼是讲真的讲假的，但是我认为光靠加关税是不行的，一定要根本做起，要改变美国式的习惯，要改变美国的教育制度。另外的话呢，要告诉美国人，你不工作的话呢，就不会有现在这么好的生活，这个才是真正的应该做的事情。好，来请教赖老师。大陆的反击的速度很快因为这个跟第一次一样，第一次是2月4号嘛，大陆就立刻迅雷不及掩耳的就反击了，但这次有先预告这次有先透过
环球时报啊，以这个不具名的官员啊泄露出来。那其实这个就是给美国在考虑的时间，就是说，如果你拿掉我们这边的反击，就不会动。结果川普非但没拿掉，再加10%，那就20%了。那再加10%的时候，中国就第一时间就反击了。而中国的反击当然会采用组合拳，你加关税，我就加关税。但是问题就是你的产品我有替代性，因为美国的农产品进来，我可以从澳大利亚，可以从纽西兰，可以从巴西，可以从欧洲其他的国家那么进来，所以你的产品并没有那么重要。那第二个呢，就是我给你的产品，你以为你的财政部部长说我们的出口商会自己吸收，这别想。为什么？因为产品如果是无可替代性的话，那这个一定是转嫁在美国的消费者上面，那美国的股市当然就反映出来了嘛。因为很快的这个无可替代性的中国商品，它的价格就会往上涨了。因为一定是进口商跟消费者来吸收，那这个就是美国会承受的。那中国还有什么组合拳呢？例如说有关于公债，刚刚已经有谈到了，对，大陆已经一直在卖公债了。那如果再加把速度的话，这个对美国的政府的财政就构成了巨大的压力了。因为当中国大陆的公债，大陆公债大概目前占美国的公债除了国内以外海外的大概排名第2或是第3名，应该是第2名。那当大陆的卖的速度越来越快的时候，对美国的这个财政的压力越来越大，它很有可能就构成了它的债务危机。一旦构成债务危机，这就是美国整个崩解的开始。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部分也会给美国的财政部部长也会施加很多的压力。那还有一个部分在哪里？扩大内需的问题了。大陆的市场14亿人口，14亿人口中，我们都知道有一线的城市是相对富裕的，而他们绝大部分是中产阶级。中国大陆的整个总人口中，中产阶级的总人数超过美国的总人数，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也就是说，原本卖往美国的一些产品，国内的市场可以吸收一部分，这样的话就会冲销掉这些出口商他转为这个在国内市场卖的这样的一个压力，我觉得这是可以调节的。那以大陆目前所做的方法，其实就在调节了，也就是说以旧换新嘛。然后这个部分里面，大陆都在做应战，我觉得美国川普没有在做准备这个承受贸易战的一个预备，他只想攻击，没有想防守。中国一定是攻击跟防守是同时进行的。好，来请教郑老师。川普他做一个美国总统，从他一个民族主义的立场，从他 MAGA 的立场，当然是希望能够把美国的经济再弄起来，特别是改善美国的就业的问题。但是他终究他也是个资本家，他是相信资本主义那一套的。美国这几百年来或者这几十年来占尽全世界的便宜，美国的工人相对其他第三世界或者也是过得相当不错的日子。当然这几年因为他们自己内部的矛盾，日子越来越过越不好。但根源在哪里？你怎么往外国算账呢？你为什么加关税呢？美国的资产阶级，那些世界首富排名在前面的，都在你那里啊！你应该对他们开刀啊！他们为什么赚那么多？不是再投资在美国？为什么是把那个美国的这个劳动阶级继续剥削？那同时你转移焦点，这矛盾就跟他对移民一样嘛。移民是不得已来讨那个辛苦的工作，但是他变成真的变代罪羔羊，变成他要驱离的对象，要用这个问题来解决问题。真正的问题是赚了那么多的那些资本家，为什么不是再投资在美国？你拿他们有什么办法？你对内的，结果你对外把外人什么移民这个东西来转移焦点，我认为你这方向打错了。第二个，你打到别的国家加关税，他就讲说不怕美国跟这个中国的贸易里面，中国要卖到美国的，相对于美国要卖到中国，你美国中国更需要我啊，我给你加关税，看你受得了受不了。这个在过去如果说第一次突袭或者他完全独霸的时候是有可能，中国已经跟他打了这么多年了，也做了很多的准备了，你再加有那么大的差别吗？而且他还一句话说，加了关税不用怕，一定是中国大陆他们这些商人要吸收。因为大家都问说，你加关税，那你进口不是费用就高了吗？费用高了，这老百姓买的东西不是更贵吗？那不是造成通货膨胀吗？他说不会这个税一定都是这个进口商要吸收。我真不知道他这个信心从哪里来。另外，中国大陆已经有准备了，
就像他们讲，他2个大方向，一个是他这几年一直希望能够扩大更大的内需市场，当然，因为前个阶段因为疫情或者他们整个房地产，整个老百姓口袋缩水，所以他那个内需扩大这一部分呢，要帮内部的产业能够让它继续有活水，是碰到一些障碍。当然，他另外是不断的往外更打开美国之外的市场。现在就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变化，就是因为俄乌战争，包括这次他急速的要跟普丁谈好，结果把欧盟都得罪了。大家不要忘记啊，前个阶段只要美国要加税，欧盟那些狗腿子就跟着喊，他们要跟着加税，联合起来对付中国，要夹击中国。现在他们这次吃了亏啦，最近我看态度就有点变了，是吧？他们要不要跟中国更开放，不要学美国互相一直加关税，一直壁垒，然后大家互相搞。你们现在就发现说，搞不好互通有无，大家都应该降关税，那你把美国撂到那里。所以全世界美国之外的，如果因为经过这次教训，大家能够更大的公平的跟这个贸易，让大家能够互惠。你美国你来啊，你不可能，你过去几十年来已经。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公人士郑村棋，大家好，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台大哲学系教授岳举正。翟轩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这个川普是不是打算要下死手了哟？因为对于这个泽伦斯基，川普好像已经越来越没有忍耐度了，还不断的发文哦。那我们来看看哦，这一次川泽在白宫翻脸之后哦，川普预告明晚将有大事，我要说出真相。那大概过了3分钟之后，又再度发文哦。唯一没有把乌克兰土地交给普丁的总统就是川普。当软弱无能的民主党提出批评哦，假新闻还很乐于散布他们的话的时候呢，请记住这句话。那这2篇时间相隔不久哦，那外界就开始在想，这个大事是不是跟乌克兰有关呢？因为他已经对泽伦斯基2度出手了。第一个是准备要查军援项目，第二个是说要泽伦斯基下台嘛。所以接下来会是什么样大事呢？会是公开泽伦斯基丑闻吗？还是公布他贪腐的证据？或者是说美乌协议哦，可能要再加码？因为你上次在上谈判桌的时候，你把桌子给掀了嘛。那这一次呢，恐怕你就得让利更多了吗？那再来我们看看，因为这个川普被问到3月3号被问到这个稀土矿产协议进展的时候，他告诉记者，他将会在3月4号，就是在这个国会联席会议上面详细说明这个协议的最新状况。那这个演说将会类似年度国情咨文。那现在其实看起来这个事情，因为他说要公布大事，让大家联想。过去在2019年当时川普跟泽伦斯基早就已经结下梁子了。那个时空呢，其实川普这个遭到质疑，以冻结3.91亿美元军援为要挟，然后打电话给泽伦斯基，要求他要调查民主党政敌拜登父子因为当时拜登在担任副总统期间他的次子就是杭特拜登在乌克兰的天然气公司有担任董事，但是呢，这个泽伦斯基并没有配合他调查，没有照样做，这就是所谓的通乌门那后来川普也因此而被这个弹劾相关的一些事情，所以这个梁子早就在2019年结下了。那是不是代表着川普是一个有仇必报的人在这个时间点，会不会接下来说出真相，跟这件事会有关呢？那再来我们看看呢，就是现在目前川普要逼泽伦斯基下台的3部曲，先是吵架，再来就是断供，就不给你武器，然后达成这样你下台的结果。第一步你看他现在又在讲说，这是泽伦斯基做出最糟糕的表态美国是不会再忍受多久的那泽伦斯基是讲说是为了要达成和平协议我们是团结，所以他看起来好像还想要挽回跟美国就是跟白宫这样的一个继续谈判或协议的关系那另外呢白宫的官员也透露，川普现在已经是即刻下令对于乌克兰的军援协助全面停止多位官员讲说，其实呢，这个川普希望泽伦斯基承认这个外交的裂痕，甚至需要公开道歉，否则会影响到接下来美乌矿产协议的推动以及未来的协助才刚断完电网现在又要断掉军援，所以对于乌克兰来说雪上加霜。而且美国的官员还讲了，
美国需要一个能够结束冲突的乌克兰领导人。换句话说，就是你泽伦斯基必须下台，是不是才有可能这一场这个美乌矿产协议继续的推动？那这个是不是又回到了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大事情？当他把这个大事情讲出来，泽伦斯基的大事情握在他手上，大事情讲出来之后，泽伦斯基是不是就顺势下台，然后他就可以继续推动他的这个美乌矿产协议？现在大家想说，这会不会是一连串的组合拳呢？那我们来看泽伦斯基的反应哦，他说要找人取代我没有那么容易哦，只要能够换取乌克兰进入北约，我愿意请辞。那因为现在不可能加入北约嘛，所以他是不是这个位置很稳呢？而且在大吵一架之后，他的人气还大涨哦，支持率反而增加了30%左右。那反观现在美国跟俄罗斯的关系倒是越走越近，因为呢，美国打算要放宽对于俄罗斯的制裁。在当时俄乌冲突发生、俄乌战争发生的时候呢，其实拜登有一系列的这个经济制裁嘛，现在这个川普正在想办法要把这些制裁给放宽。那甚至呢，美国国防部也喊停对于俄罗斯的网攻。纽约时报就在讲啊，这个目的就是希望那个普丁能够来参与俄乌战争的谈判，以及重塑美俄之间的关系。所以就有人在呛川普啊，就说你怎么跟俄罗斯的立场越来越近哦？川普的回应是什么？就说你们应该少一点时间去担心普丁啊，应该多花一点时间去担心这些移民哦，什么性侵啊、毒枭、杀人犯啊、精神病院出来的人在进入我们国家，我们才不会像欧洲一样啊，欧洲又躺枪了。那还有北溪2号，现在看起来要回来了吗？而且甚至呢，美国还要参与其中，说美国牵头的财团哦，现在已经在起草协议大纲啊，在对于川普来说，事事都是生意哦，所以他们要参与这个北溪2号的重启啊，展现美俄的友好。所以过去2年俄乌冲突的这个战争呢，现在已经完全令人无法想象啊！如今看起来，川普跟俄罗斯的友好究竟已经是到了什么样的地步，让大家觉得说，哎呦，这个戏急转直下，变化的好快啊！我们来问一下郑老师怎么看？那天白宫的冲突啦，看起来是2个人，其实不是2个人。那本来以为是可以签成，那或者为什么爆呢？我觉得现在川普已经放话，要下死手，要置他于死地。那么对于泽伦斯基来讲，他也几乎没有什么退路，这是一个结构性的矛盾到不可调和。那我就想说，那要干掉泽伦斯基，一种就是暗杀，或者用别的方式把他弄掉，这个当然就搬掉一块大石头。可是这样的话太粗鲁、太粗暴，那真的是成就了泽伦斯基，他就是死了都变成英雄。然后这个事情没办法解决，美国特别是特朗普能够收拾吗？很难。那么第二个这个问题会怎么发展，就是问泽伦斯基你自己到底有没有贪腐不可见人的？那些致命的东西握在美国人手上，如果有，我认为有的可能性是有的，要不然他前个阶段怎么样去签那个城下之门呢？当然意外不是他是设局就爆了。那如果有的话，那从美国的角度一定会叫你先妥协，但是最后还是不会留他，最后还是会让他走。但泽伦斯基这边也很硬啊，所以我后面他这个怎么样？我看他昨天就发个讯息说，前个阶段五角大的过去叫我们用一些稀土去跟他换350亿的这个军援，可事实上加 6.8% 的这个利息啊，加起来总共400多亿啊，而我们那个抵给他那些稀土价值600多，意思他在跟美国人说，你有很多亏欠我的。可是这个就算有一些贪腐都属于公的，并不是特朗普本身有贪腐。那你讲当然是美国对不起乌克兰，可是如果刚刚讲的川普手上握有你个人的，让你的道德崩坏，那就完蛋了。这是他就没有筹码可以跟这个特朗普底气硬。虽然他经过这场仗，他变成一个英雄，在每个他国内的这个名气大增。我看到很多访问，包括老太太说我誓死要支持这个泽伦斯基，在欧洲在全球都收获很多的粉丝，当然是他的底气。但是还是一句话，他如果有致命的道德完全崩坏了，那个贪腐的或者更见不得人的这个证据的话，那他一点筹码都没有。如果他有，假设这个泽伦斯基自己心里顶得住，那他不是没有机会的。严格讲，现在美国内部的话，对于川普，特别是对于马斯克这个结合的很多的反弹到处都是游行跟示威，包括最近被裁了很多10万人，都是在反他们。而且特朗普这些对邻国加拿大、墨西哥，甚至欧洲得罪太多人了，所以如果时间拉长，对特朗普来讲，
他那个人是民间的压力，那他不顶得住顶不住，那就不见得。这是一个生死，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那有没有可能啊？特朗普说我要跟你公布这个公布那个，逼的泽伦斯基就是让步，但是很大一部分，泽伦斯基如果不让，那除非美国让。我认为如果美国要让步的，比如说维和部队啊，取代承诺乌克兰加入北约，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某种程度的保障乌克兰的安全，给泽伦斯基一个下台阶，那就重要的签了，部分就妥协。如果有这种妥协案，那就涉及到川普跟这个普京的关系，能不能跟普京讲好说好了，你让一点，我现在这个僵局，你也是放一点，让我能够去在这个跟泽伦斯基的案子里面给他一点空间，那就大家妥协性的下台。如果没有这个，那这个过2天真的是一刀毙命。那这一刀毙命不只是泽伦斯基个人的生死，这下面刚刚提到，泽伦斯基现在后面是欧洲是不能退啊，因为你泽伦斯基一垮，俄国就过来，包括美国现在打欧洲，那欧洲不是左右两边都被夹击吗？所以他现在是个很大的泽伦斯基的后盾，他们不希望泽伦斯基垮。那还是一句话，他到底过去这3、4年来，他干净吗？他有没有道德上很大的缺失？特别是贪腐，特别是卖国，如果有的话，那他就死定了。那大概后面就是一败涂地，包括欧盟都没有一个支撑点，那川普就会大获全胜。好，我们来请教赖老师。川普会公布什么真相啊？我们不晓得。那我的推测2个方向，第一个方向会不会公布啊？2014年那时候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它的前因后果啊，是不是跟奥巴马时代的民主党有关？因为这个冲突、这个矛盾到最后，克里米亚半岛被俄罗斯整个拿走，这个整个来龙去脉啊，会不会跟这一次的俄乌的战争是很接近、很类似？而他们认为这样的一个真相，如果一旦公布的话，这个对于民主党来讲会是一个重伤。那也就是涉及到川普会不会签这个解密也就是说，从2014年奥巴马时代，他们如何一步一步的去压缩俄罗斯在地中海沿岸的生存空间，从利比亚事件到叙利亚，然后到克里米亚半岛的这一连串的战略布局，那结果最后演变出来的是乌克兰丢掉了克里米亚半岛，还有顿巴斯的这些部分的地区。那这些地区，奥巴马的民主党的奥巴马，结果最后都没有拿回来，而让这个克里米亚半岛永久成为这个俄罗斯的领土的一部分。我想，如果是如此的话，川普肯定要讲的就是这段历史。那如果是讲这段历史，这个对于民主党来说真的是颜面很难看；对于奥巴马来讲，也可能是名誉会扫地。对于当时的乌克兰的总统以及现在的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来讲，那都是非常历史是非常的接近的另外，有没有可能是公布这个有关于军演洗钱？也就是因为他要马斯克再去查这个钱的问题。如果这个钱美国因为马斯克因为泽连斯基说他只拿到700多亿，对，而美国的记录是给1000多亿，1770亿左右。那这个100亿跑去哪里了？美元跑去哪里了？所以如果这笔钱有流到黑的地方去的话，那这一公布，那就是惊天大爆了。所以我们也看川普在今天晚上会公布什么样的一种真相。目前来说美国的媒体，不管是 CNN 或是前任的白宫安全顾问莱斯，他都认为这是川普或者是他的范式，他们的团队设计好的一个计谋，也就是他们已经分析、研究、调查、了解这个泽连斯基的情绪管理，他的个性，他的软弱的地方，所以他们用语言去挑动他，然后爆发这个冲突，所以造成这个结果。这是民主党或者是这比较偏民主党的媒体他们的一个阴谋论的一个解说。可是问题是在于不太合逻辑。我倒认为两方的情绪管理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高。那当然，我们来看今天晚上的真相到底会是怎么样。不过事态演变到今天，你看到了美国这个川普他的手段已经是一手一手出来了。他国防部长先宣布停止对于俄国网攻，接着我们看到停止
暂时停止军火供应。可是这样的情况就是要逼的泽连斯基要公开认错道歉，签和平协议，再来签矿产协议。泽连斯基看起来很有可能会输光。好，请教岳老师。我就事实来讲代表个人来讲，我认为川普是一个完全没有道德意识的人，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恶的作风，跟流氓完全一样的。我基本这样讲的话呢，我对他今天晚上会说什么一点都不信赖。我这里面最主要强调的话呢，川普做这个事情的话呢，因为我这3年来一直不断的在聊这件事情，俄乌之间的冲突，我始终觉得是美国的在拱火，不管是拜登也好，或是美国那些民主党的议员也好，或是包含很多共和党里面，包含现在他的国务卿卢比奥，都曾经说过这一大堆的话，认为这个乌克兰泽连斯基要了不起那现在的话呢突然变了。我就这几天在想一个问题，我在想说这个民主制度为什么这么悲哀为什么分裂到这种地步，会出现截然不同的想法？我要举3个例子说这个川普这个人讲话根本都不值得信赖。他始终强调美国给乌克兰3500亿刚刚我们郑老师讲350亿差了一个0对不对？那么实际上的话呢，这里面当中抢起来的话，我们印象当中，泽连斯基自己也讲我认为是援助我们1分钱都不会还给他这个我们基本上的认知就是美国就要拱火，你要拱火拿出来，美国跟欧洲在拱。然后那天的话呢，川普还被这个马克龙拉住，说呢我们出了60%的钱那美国没有出那么多为什么跟人家要这么多的矿产这个矿产本身是真是假都不讲了，那基本上的话呢，要叫他们还3500亿，还要6.8%的这个利息。那还得了？这不跟流氓作风一样吗？然后呢，那一天的话呢，那个泽连斯基他不敢签的结果马上就是断电然后查账什么的，这跟流氓有什么不一样哪一个人没有干一点坏事对不对？你在这种情况要查，那你怎么不查你自己？你上台就发起特朗普币，你是算什么东西呢？对不对？你这不是为了赚钱吗？人家那么贪污什么的，你要查出来的话，这里头灰色地带一大堆然后第3点的话呢，美国跟俄罗斯拉拢不得了。那个川普嘴巴一直说普丁好的不得了现在这整个问题的焦点就是说你要不要信赖普丁？川普是100%信赖。我跟你讲，他讲的这句话的时候像是吃一块很烫的豆腐进了喉咙里头，吐也不是，吞下去也不是他现在这种情况根本收拾不了。欧洲态度反而强烈了，你要退出北约，你滚蛋；你要退出联合国，你滚蛋你要退出 G7， 你滚蛋。那么这种态度的话呢，我跟你讲大家要了解，我必须要强调一下，泽连斯基本身来讲，不管他做的怎么样，人家受到乌克兰人民的支持对不对？他现在乌克兰的国会叫拉达，里面就通过他暂时的领袖连他自己最大的对手原来的参谋总长叫扎卢日内，都要全部站起来就是宁可的打到最后1兵1卒，也要拼下去人家士气很旺盛泽连斯基确确实实受到全欧洲甚至包含非常多人支持我好久没有看到在那个这个西一路跟那个基隆路之间交汇那个乌克兰，昨天看到3个在那边会，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因为他们觉得士气大振我更告诉大家一个关键点政治是不讲理性的，政治讲的是感性台湾这边迟早也要走上这条路了，因为有很多人以感性上来讲，我宁可不活了，我也要跟他拼到底至于跟谁拼的话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今天乌克兰的事情的话呢，在发展的过程，那个川普本身一直以为这个事情非常简单，现在突然发觉不得了，太难了。你要让美国不要欧洲，让美国不要世界，让美国只要钱，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也没有这么好的事情。美国要钱没有错，但是手法如此卑鄙，如此下流，大家要共同谴责。不是我在谴责，美国内部的话呢，有超过50%人的谴责川普整个做法上来讲，就太过分了，你知道吗？你转变这么大，你还叫一个国家吗？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